帝都金融民工 DIY 手搓出来一辆皮卡房车，完整的记录一下其中的太阳能发电系统，非常经典和高效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太阳能板到了，下去取一下。2块，每块应该是30公斤左右，60公斤也不轻，所以也得用这个板车。应该是这2块，哇，挺沉的。太阳能板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，是一个完全绿色、免费的电力的补给方式。而且如果说是装的这个瓦数比较高的话，实际上是一个很高效的补充能量的方式。我的这个皮卡呢，我可以先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皮卡房箱。我这个房箱的上面是很平整的，所以理论上我的这个房车顶上我可以装1000瓦以上的光伏板。但我没有，最后我装了应该是850瓦吧，860瓦。主要的原因就是，如果说我把这个全铺满的话，我额头床的重量，上面也会多增加了20多公斤。我觉得说800多瓦和1000多瓦其实差不太多，也基本就够了。如果说之后再有需要，那我可以再并联一块很容易。所以我现在就是买了2块隆基的大厂的单晶硅的太阳能板。光伏板这块呢，我拍一下吧，就是这2块，完全是黑化的，因为我的这个房箱就是纯黑的嘛，所以我没有买白框的，特地是选这种单晶，这种全黑的出口用的比较多，隆基的大板，这一块可以看到啊，正负极。然后2块的话就串联，可以串联，可以并联。这一块也是一个出厂的数源码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2块太阳能板呢，这上面有一块，这上面有一块，最前面我就不准备铺了，就像刚才说的，我给这个额头床的这个压力，给它减负。然后太阳能的连接方式就是串并联。我准备串联，网上很多人说，对吧？我串联，哪块有一个落叶怎么着的，它会影响整体的一个发电效率。就这种言论吧，我觉得是有点扯淡的。确实是这样，这房车你这么小的面积，不会说是有一块遮挡，它整体影响掉了很多。但是呢，真正权重会更高的是，这个就跟车的电压那一级一样，只有更高的电压，它整体的这个能量迁移的效率才会更高。包括我买光伏，我也咨询了专业的光伏板，而且它主要就是做一个户用型能大的光伏项目的建设，就那种供应商，我问他们就是全是串联就是能串联就串联。这就是我的一个判断，我也会这样去做，要辩证的去看，不要说网上是看一个3教9流的小视频，说串联并联，我就信，对吧？大家要有自己最终判断的一个能力。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个使用需求，包括自己的光伏的类别来判断。比如说有几块不同规格的板子，对吧？那我完全可以做成并联的系统，或者说我有2块或者更多的 MPPT 的设备，对吧？我各设备之间我就完全独立去运作，那我并联完全没问题。很多东西不是有唯一的答案，或者说你要是去结合自己的使用场景和一个特定的情况来分析，所以这2块板串联我就用1根线就行，一根这个叫什么 M4的这个线，公母头我已经穿好了，直接从这个洞也可以穿进去，然后光伏板我上面再一串联，然后2端的正负极再串联一下就好了。
相对来说比较简单。然后我也拍一下里面的MPPT，拍一下我的 MPPT 这一块我是已经藏到底下了，因为平时来说正常不用设置太多。看一下发电效率，其实也不用从这屏幕看，直接从库仑计上看就好了。你看我这是48伏230多安时，应该是多少12度电左右吧，12、3度电吧。对，所以线伸进来完以后，我再接上 MPPT 的一个输入端光伏板的正负极就好了。现在我关着呢，没开，我等开完以后连一下试一下吧。我准备就开始装了，我先把光伏板子拿过来，先简单连一下试一下，看一下它那个连接没问题了，我再定边框，然后再搬上去。我先把这个连了一块儿。测试一下这个 MPPT， 负载端是有待机的状态，盐酸铁锂51伏，单体16串，对，因为它电流是正的，说明是流进电池里面的。比如说我现在开个灯啊，我开一个灯，对吧？我把灯开完以后，它电流就是负的，就流出的，对，所以电流是微弱的流入，它肯定还是充电的状态。这个应该是已经成功的，显示有这个微弱的电压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因为现在是在室内嘛，主要检测它这个板子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准备把这个2个板子呢，先摆好位置，测量一下尺寸。因为尺寸实际上我买这板子的时候就有一个计划，它大概的一个位置。所以现在就是2头串联，最后伸出来2根线，用 MC4 的接头，伸到车里面。那就是光伏，就太阳能板呢，在房车顶上，最好还是在组件和这个车顶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，这样的话就是方便空气流通散热。否则的话，完全密闭的一个环境呢，太阳能板的温度很高，它的发电效率会锐减。所以我的一个解决方案是，我买了这个旅行材，也是黑色的，这样整体的颜色都是黑色，我觉得就是外观就会很统一。还有一个细节我提醒在改房车的朋友们关注，就是这个旅行材呢，或者说相应的固定方式，最好在迎风侧，它是一个完整密闭的一个环境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车在开起来的时候，假设上了一定速度，如果说它正面的风量很大，它很有可能把这个板子这个吹起来。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板子连接车体，它又没有那么结实的情况下，所以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用相对完整的铝型材把迎风面完全挡上，然后这样散热可以通过侧面或后面去散热吧。一个小的 tip 吧，也是我在改房车设计的时候想到了这个细节。我觉得很多人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点的，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会发生或者客观存在的，大家应该注意一下。整个抬起的高度到这个面板应该是4、5公分吧，这个配色还真的挺搭的。我明天的时候会把这个组件抬到这个房厢的顶上，正好明天 Carry 也会过来给我搭把手。所以组件光伏这个算是基本完成了。事儿还是不少，一件一件解决吧。我能感觉到，就是每干完一件事儿，外面散落的东西就会少一些。
那组件也是挺大的一块儿，你干完以后，无论是重量还是体积上，外面就会减少好多。然后的话，明天还可以做一些，明天电烙铁应该能到，那整个车的灯光应该是可以焊接，还有就是水路也可以，对吧？前期已经把管都连上了，那最后1公里。等那个最后一个直饮水的龙头到了以后，也可以组。The next day， 现在呢，2块光伏板我已经装到顶上了，然后宽度挺合适的，长度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因为中间还有缝隙嘛，估计这个位置吧。前面其实还可以装，就我不太想装了。就对这种皮卡贝托房车来说，一个860瓦的太阳能已经算是很多了。全黑的，如果航拍的话，应该效果很好，还是比较牢固的。就是还有一个小细节呢，我觉得可以去分享一下，就是安装那光伏板的时候，迎风面可以稍微再降低一点，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向上的上升气流。更不容易说让这个光伏板被吹起来，对吧？在行驶的过程中，当然就是只要固定的紧，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所以现在我就是要把这个 MPPT 再连上，测试一下电压。现在已经启动这 MPPT 了，输入电压过低，带有电压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所以到现在光伏太阳能板 MPPT 这块算是搞定了。